我给你两个选择：留在3200米的深海，被未知存在包围，或是炸掉数亿的科考站，赌命上浮。你会怎么选？我们当时连选的机会都没有。事情最开始不对劲，是声呐，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不该存在的回波。我叫顾浅，是太平洋深渊之眼海底观测站的通讯工程师。这座观测站建在马里亚纳海沟边缘的一处海底平台上，水深3200米，离最近的陆地有1400公里。站里常住12个人，每3个月轮换一次。我来这里已经2个月零17天了，再过13天，补给船就会来接我们回去。这份工作听起来很酷，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枯燥得令人发疯，全天被困在一个由钛合金和强化玻璃构成的罐头里，四周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和每平方厘米320公斤的水压。空气是机器制造的，食物是真空包装的，空间也是有限的。12个人挤在300多平方的密封空间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听着同样的机器嗡嗡声，日复一日。唯一能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就是各种传感器和声呐系统。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波形，就是我们与这个星球表面的最后联系。那天是周二凌晨2点，我在通讯室值夜班。我一边盯着声呐屏幕，一边翻着手机里下载好的电子书。3200米深的水下接收不到信号，这些下载好的内容是我仅有的娱乐。正常情况下，屏幕上只有海底地形的静态回波和偶尔游过的深海鱼类信号。那些小小的光点像萤火虫一样闪几下就消失了。但那个凌晨，屏幕右下角却跳出一个亮点。起初我以为是设备故障，这种事偶尔会发生，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下运行了几百天的电子元件。我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校准了一遍参数，亮点还在，而且在移动。它从海沟深处缓慢上升，信号强度远超任何已知的深海生物。一条抹香鲸在声呐上只是一个微弱的闪点，而这个东西的回波信号几乎要冲出屏幕的亮程。我调出数据面板，回波特征显示，这个目标的体积大约相当于一艘中型潜艇，但移动方式完全不像人造物体。它在旋转，不是匀速自转，而是一种复杂的螺旋上升运动，像一片巨大的树叶在水中打着旋儿往上飘，速度不快，但稳定的诡异。我打开记录仪，确保这段数据被完整保存，然后打电话给了站长赵远航。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他含糊的声音：“喂，谁呀？”“赵哥，通讯室有异常信号，你能过来看看吗？”“喂，谁呀？”“赵哥，通讯室有异常信号，你能过来看看吗？”3分钟后，赵远航穿着拖鞋走进了通讯室。他今年52岁，是国内最资深的深海科考专家之一。他凑到屏幕前，眯起眼睛看了10几秒，原本松弛的表情迅速收紧。深度2800米，正在上升，速度稳定至时速大约4节。体积呢？声呐回波估算，长轴约35米，但边界不太清晰，可能更大。赵远航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在这个深度，35米长的东西要么是鲸鱼，但鲸鱼不会出现在3000米以下，它们的极限前深也就2000来米；要么是潜艇。军方不会无预警出现。这片区域没有演习，他的轨迹根本不对，不像人工操控的东西。能锁定方位吗？东南方135度，大约6小时后到达。持续监测，每半小时报告一次。先别告诉其他人，等天亮再开会，没必要半夜吓唬大家。他走后，通讯室又恢复了只有仪器嗡嗡声的安静。我盯着屏幕上那个缓慢移动的亮点，咖啡彻底没了喝的欲望，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在海底工作这么久，我见过各种奇怪的信号。海底火山活动会产生地频震波，未知的深层洋流会搅动海底沉积物，在声呐上形成一大片模糊的光斑，但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一个35米长的物体从超过3000米的深度螺旋上升，以近乎完美的规律运动，而且正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我给自己又泡了一杯咖啡。凌晨4点，那个信号到达了2400米深度，距离我们更近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二个异常出现了。我们的低频水声通讯系统突然收到了一串数据，这套系统是用来和水面船只通讯的。平时只有在补给船到来前几天，或者总部有紧急通知时才会收到信号。但此刻离补给船到达还有近2周，不可能有人从水面向我们发送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信号被干扰了。也许是那个不明物体发出的某种噪声恰好被我们的接收器捕获，但当我打开通讯日志查看时，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没有其他内容，没有信号头，没有校验码，就是这4个数字不断重复，3200，正是我们观测站所在的深度，以米为单位。这不可能是巧合，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巧合。有什么东西知道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的确切深度，而且它在用我们自己的通讯频率向我们发送这个信息。这意味着2件事：第一，那个东西能发出低频水声信号；第二，它理解数字的概念。我没有再等到天亮，直接拨通了赵远航的电话。这次他来得很快，穿着睡衣就冲了过来。我在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老人脸上从未见到过的表情。他害怕了。他看完通讯日志后，用手指反复敲着桌面，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突然他停下来，叫醒所有人，全部集合到通讯室。10分钟后，整个观测站的12个人都挤在了通讯室狭小的空间里。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问，但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否则我们都将死在这里。赵远航简短而平静地介绍完情况后，这不可能！数据就在这里，低频水声通信频道3020的循环序列，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它的运动模式很有规律，不像生物的自主游动，更像是被某种力牵引。你们注意到没有？每次旋转的角度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上升速率也是恒定的。他说的没错，那个物体每旋转一圈耗时恰好120秒，偏差不超过0.3秒，上升速度稳定在每分钟3.4米，波动在1%以内。这种精确度不属于任何自然运动，只有机器才能做到如此精确。但如果是机器，它从哪里来的？3000米的深海不是谁想放就能放东西的地方。正当我们讨论的时候，通讯室的灯突然闪了一下，一闪而过，快得像是眨了一下眼睛。但在深海观测站，这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了所有人的警觉。我们的电力系统是最稳定的，这在过去3年的运行记录里从未发生过。老吴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是站里年纪最大的人，58岁，干了一辈子的设备维护。他不说话就冲向了设备舱，脚步声在走廊里噔噔作响。2分钟后，他的声音从内线电话里传来：主电池组一切正常，电压、电流、温度全在标准范围内，但辅助电池的输出波形出现了相互干扰，是从外部传导进来的。频率是……等一下，让我算算。站长，赵站长，干扰频率是0.00833赫兹，换算过来，周期正好是120秒。120秒，和那个物体的旋转周期完全一致。完全一致，竟然是同步的。这是什么？它在上升。能穿透3000米海水的电磁波，要么频率极低，要么功率大到难以想象。向总部报告。赵远航下了命令，用紧急频道，最高优先级。我立即切换到应急通讯系统。然而，当我尝试建立连接时，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信道占用4个血红色的大字。我重试了3次，结果一样，应急通讯频道被某种信号占满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赵远航。切换到监听模式。我打开监听，按下扬声器按钮。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不是噪声，
也不是正常的数据信号，那是一种节奏，像心跳一样规律地脉动着。每一次脉动持续大约2秒，间隔2秒，然后再次脉动。这是生物声学信号，频率和几率模式符合大型海洋生物的发声特征，但功率完全不在正常范围内。说人话！意思是，发出这个声音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机器，是某种生物。接下来的2个小时，情况持续恶化。观测站里的电子设备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问题。先是声呐系统的显示屏出现密集的雪花点，像电视机没信号时的画面。然后是照明系统开始不规律的闪烁，有时亮，有时暗，有时突然全灭几秒钟再亮起来。最后连通讯室的主计算机都开始死机重启，屏幕上出现大片大片的蓝色错误代码。老吴带着2个技术员在设备舱里疯狂地排查故障，换电路板，检查线路，调整屏蔽参数，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干扰来自外部，来自那个正在逼近的未知存在。老吴通过内线电话汇报，所有设备的故障模式都一样，都是电磁干扰导致的，而且干扰强度还在增加。照这个速度，再过2-3个小时，核电池的控制系统也可能受影响。赵远航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核心舱段脱离底座，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放弃底座，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接下来的10分钟是一场高效而紧张的撤离准备。程敏打开了医疗舱的储物柜，把抗减压病的药物分发给每个人。虽然逃生舱有减压控制，但快速上浮依然有风险。提前服药能降低氮气栓塞的概率。老吴带着技术员检查逃生舱的密封性、气囊充气系统和浮力平衡。陈岩松在抢救他电脑里的地质数据，疯狂地往移动硬盘里拷贝。我则在拼命地导出通讯日志和声呢记录，那些声呢记录，通讯数据，电磁波形。如果我们能安全浮上去，这些将是证明我们遭遇的唯一证据。就在所有人都在为撤离做准备时，林月却一个人走到了观测窗前。观测站的底层有4扇半米厚的强化玻璃观测窗，每扇窗直径1米，可以承受400个大气压的外部水压。平时主要用于观察海底地形和生物。虽然在3200米的深海，大部分时候窗外什么也看不到。这里是光线无法到达的区域，永恒的黑暗统治着一切。我们只能靠外部照明灯，在窗外10几米的范围内制造一小片光明。但此刻，外部照明系统也在闪烁不定。林月就站在一扇观测窗前，一动不动地盯着外面，背影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显得格外单薄。我拿着存好数据的移动硬盘走过去叫他，他没有回头，只是慢慢伸出右手，手指抵在冰冷的玻璃上，指着窗外。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先是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深海永恒的黑暗，像一面无穷大的黑色天鹅绒幕布。然后在黑暗的边缘，那片外部照明灯光都无法触及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丝微光。那光不是来自我们的照明系统，它来自更深更远的地方，一种幽暗的蓝绿色荧光，像是深海水母的生物发光，但规模要大得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整片，像地平线上的第一缕曙光。只不过这片曙光来自脚下，而不是头顶光芒在缓慢的脉动，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频率和我们在应急频道上听到的那种心跳完全同步。他来了。那片荧光开始扩大，像一团在水中蔓延的荧光墨水，从下方，从左方，从右方，从所有方向同时向我们包围过来。随着它的逼近，灯光能照到的范围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海水中漂浮着数以万计的微小发光体，像尘埃一样密集，像星空一样广袤。每一个光点只有米粒大小，蓝绿色的荧光在水中飘摇闪烁。但这些光点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形成了某种图案，像是一张巨大的神经网络图。光点之间有着清晰的连线和节点。当一个光点亮起时，它周围的光点会以微小的延迟依次亮起。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递，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光脉冲。陈岩松不知什么时候也走到了窗前，他的嘴唇在颤抖。天哪，这不是一个生物，这是一个群里无数个微生物组成的超级有机体。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声呐数据，那个35米长的物体，它的回波边缘一直很模糊，不像固体那样有清晰的反射界面。如果那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数十亿个微生物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巨大集群，就像沙丁鱼群在水中形成的鱼球一样，那一切就说得通了。他在思考。林月突然说，我们都看向他，他依然直直地盯着窗外那片越来越近的荧光海洋。那些光点的脉冲传递模式和人类大脑皮层的神经放电模式在结构上高度相似，每一个发光体就相当于一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信号传递就是图珠放电。整个集群就是一个巨大的大脑。库姆和他嘶嘶机械般扭着，一个在深海进化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大脑。他不是无意识的上浮，他是故意来找我们的。就在这时，观测站里所有的灯同时熄灭了。就在这时，观测站里所有的灯同时熄灭了，不是闪烁，不是渐暗，是彻底的、毫无预兆的、一瞬间的全灭。黑暗持续了整整3秒，在深海3200米的完全黑暗中，3秒就像3年那么漫长。人的大脑在绝对黑暗中会产生各种幻觉，我感觉自己正在坠落，感觉墙壁在向我逼近，感觉有什么冰冷的东西在触碰我的后颈。3秒后，应急照明系统启动，昏暗的红色灯光像稀薄的血一样渗进每个角落，照亮了12张扭曲着恐惧的脸。但真正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断电本身，是声音。在灯灭的那3秒钟里，或者说从灯灭开始持续到现在，一种声音从观测站的金属外壳传导进来，充满了整个空间。那不是金属摩擦的噪音，不是水流冲击的轰鸣，那不是金属摩擦的噪音，不是水流冲击的轰鸣，不是任何我在海底2个多月里听到过的声音。那是一种低沉的、有节律的震动，像一个巨大的心脏贴在我们的钢铁外壳上跳动。每一次跳动，整个观测站都在微微颤抖。脚下的地板，头顶的天花板，四周的墙壁，每一颗螺丝钉，每一块面板，每一根管道都在以同一个频率共振。那种震颤透过脚底传上来，穿过骨骼直达颅腔，让人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在跟着那个节奏跳动。它不只是来了，它包围了我们，它在触碰我们。上浮，立刻上浮！不要等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冲向逃生舱，在应急红灯的照耀下，走廊像一节被切开的血管，闪着暗红色的光。脚下的地板不断传来那种令人牙酸的震动，每一步都像踩在一面巨大的骨皮上。有人跑得太快，在拐角撞上了墙，闷哼了一声，但没有停下来。到达逃生舱时，老吴已经手动触发了分离程序。他跳过了最后的检查步骤，直接进入倒计时。12个人挤进了不到20平方米的舱室里，七手八脚地系上安全带，彼此的呼吸声粗重而急促。分离倒计时，10、9、8。程序计数器上的红色数字一格一格地跳动，每一跳都伴随着那个从外面传来的心跳声，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以同一个节奏脉动。就在数到3的时候，舱外传来一声巨响。他在抓我们！2、1，分离！2、1，分离！一声沉闷的金属脱口声，像一枚巨大的子弹壳弹出枪膛，接着是强烈的失重感，浮力气囊在舱体外部展开充气，几吨重的逃生舱开始加速上浮，每个人都被惯性压在座位上，内脏仿佛要从身体里被甩出去。上浮的过程漫长而折磨。透过逃生舱底部的一扇巴掌大的观察窗，我看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观测站的残躯正在下方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而在它的四周，不只是四周，是整个可视的空间，
那片蓝绿色的荧光海洋已经完全将它吞噬，无数发光的微粒像潮水一样涌上钛合金的表面，将那些曾经闪闪发光的金属板覆盖成一片诡异的蓝绿色。观测站在荧光中，像一具沉入海底的棺材，安静的、缓慢的、不可逆转的被深海吞没。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就在我们上浮的过程中，那些荧光微粒并没有停留在观测站的位置，它们开始跟随我们，成千上万的光点从深处升起，形成一条发光的河流。他在跟着我们。我说出了每个人都不敢说的话。赵远航的脸在红色应急灯下看不出表情。上浮速度多少？每分钟28米，预计2小时到达水面。他的跟踪速度呢？我看了一眼舱底的观察窗，那些光点始终保持着距离我们大约50米的位置，不远不近，就像猎豹跟踪猎物时保持的距离。2个小时的上浮过程中，没有人说话，舱内只有减压系统嘶嘶的工作声，偶尔有人调整呼吸的声音，以及从舱壁传来的隐约震动。那个心跳声一直在继续，一直没有停。深度计上的数字缓慢下降，2400、2400、1600、1200、800。深度降到800米的时候，通讯系统突然恢复了信号，应急频道自动连接上了卫星中继站。那个该死的心跳信号终于弱到不足以压制我们的通讯了。我抓起话筒，这是深渊之眼观测站，我们已启动应急上浮，全员12人，目前深度800米，请求紧急救援。中继站的回复很快到来，他们已经定位到我们的信标，最近的救援船大约14小时后到达，深度500米。窗外的荧光终于开始减弱，光点变得稀疏，向散场后的观众逐渐离去。100米几乎看不到了，50米彻底消失。逃生舱冲出水面的那一刻，整个舱体剧烈摇动，清晨的阳光透过观察窗照进来，像一把金色的刀刃割开了黑暗。我们12个人挤在这个金属罐头里，被光刺得睁不开眼，但每个人都在笑，或者在哭，或者又笑又哭。程明打开了舱顶出口盖，咸湿的海风灌进来，带着鱼腥味和碘的气味。这是2个多月以来我第一次呼吸到真正的空气，不是循环系统处理过的。我们爬到逃生舱的顶部平台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天空干净的没有一丝云，太阳刚刚升起，还很温柔。赵远航一个人站在平台的最边缘，背对着我们，面朝大海。风吹起他灰白的头发，我走过去想说些什么，也许是我们安全了。顾谦，你还记得那串重复的数字吗？3200。记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不想让其他人听到。在上漂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用手表监测环境数据。他举起手腕，把表面朝向我，屏幕上显示着一组水温记录。正常的深海温度应该在1到4度之间缓慢变化，但在某个时间点，正好是我们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温度数据里出现了一串异常的脉冲，不是温度变化，是传感器接收到的某种微弱的电磁干扰被误读成了温度数据，但那串脉冲的模式是清晰的。3个短脉冲，2个长脉冲，一个停顿，又一个停顿。32000，他没有放弃，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跟踪我们，或者说，在和我们通讯。